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去吧。OK。他好紧张。如果我是一只龙虾的话，龙虾困住我的就是虾壳；如果我是大闸蟹的话，我就是被那几根草绳困住；如果我是只鸟，困住我的就是天空。如果是条鱼的话，我就被大海困住；如果是一瓶酒，酒瓶就把我困住。但是我是人，人被什么困住了？人被这个世界困住。以前我总觉得就是会，被这样的事情或者那样的事情困住，但是我发现其实我是被自己困住，因为我相信了那个故事，那个故事是诉说出来的，所以我在故事中困住了自己。但是，我自从来到第5季桃花坞，我老是播一首歌，那首歌是大卫林奇的《双峰》，我几乎每天要听10几20遍这首歌。所以，此时此刻，我也是被这首歌给困住了。我想再播一遍，分享给大家听听。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故事，我也想用新的方式去看待那个牢笼，那个故事。我希望我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我是人，但是也是其中一个叫人科的人。我有一种冲动去讲述一个新的故事。对 ，OK， 我想我说的差不多了。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或者换一个位置，可能你就没被困住。好好听哦。确实，说的还挺好听。而且透过这个耳机播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放歌挺酷的。姐姐哭了。那个不是哭，我觉得那个是被他某一个瞬间的某一个细腻的东西感动到我了。就是第一句话我已经把我拿捏了，他说如果我是一只小龙虾，我就是被这个躯壳困住了。我还在想，我被桃花坞困住了，我被桃花壁困住了，看见多俗气，多庸俗啊！最近他不是跟我们2次同屋吗？
那我发现其实他有很细腻的地方，他也愿意观察你，他也愿意就是把他的智慧贡献出来，真的对他发生巨大的改观。他是个艺术家。本来要煽情的，但我一心不忍，我很容易把自己剪哭哈。讲的时候很酷，真的被天空困住。这个话题可以很轻松，也可以很沉重。我喜欢在笼子里待着，一个很黑暗的地方，我觉得那样很有安全感。就是不出门，我可以望着天花板3天，我可以不下楼，我可以躺在床上。如果我不饿的话，我也不喝。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的机会。其实我们周围都有很多的笼子，我想了想，大概我就是这种不被定义的人，然后我喜欢进进出出。我不是一个专一的人，我没有长性，这点我可能跟我不知道，可能冒犯你啊，任科，我觉得这点我还是蛮跟你有同感，就是没有长性，喜欢尝试新的东西。人生就应该像水一样，去到任何的容器都可以变成那个形状。虽然这很难，但是我想我一直在试图突破，所以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那个自己，拍个电影，然后转身又去拍了电视，然后每一次转身都有人说这不对，那不对，你这样不爱惜你的羽毛等等云云种种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，如果我要是能够自己安静的待着，那比较好。但是我又同时这个极端的人，我又来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。你看，我喜欢热闹，但是同时我又很安静。我的基因大概是悲观的，但是我一直非常积极的活着。好开心啊！加油，姐！其实老实说，我其实挺希望这个雨先暂时不要停。从小我是一个江南女孩，所以习惯了听雨打在屋檐上的声音，那是我一种安全感。但是突然间，到马上轮到我的时候，太阳出来了，它照在了我最爱的树上面，也许也代表着我此时此刻的心境。这是一个我不太想去讲述的话题。昨天晚上，佩伦跟我说，曾经我和他应该有一次合作的机会，他会扮演我。他和他的团队在把剧本创作完之后，突然间就陷入了纠结，因为他们当中需要描述一件事情，他们很怕冒犯到我。
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，很多人都怕冒犯到我。在2024年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公一起去参加一档节目，叫《爱的休学旅行》。刚刚开始，我记不住我们同行的嘉宾的名字，我就问我老公让他帮我记。我老公说，大家会原谅你。其实他只是无心的一句话，当时我就觉得我被冒犯。有一次，我当时的节目的 PD， 他问我，他说：“丹姐，我还能看到你拿起话筒吗？”我看着他，我说：“应该不会。”那是我被困的5年。因为在节目当时，我主持了一场非常非常小的当地的老乡跟我们举行那个欢迎会，我就是跟大家聊天，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在主持。但是那个人很多人都说，他说：“朱丹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拿起话筒，你就在发光。”他说：“朱丹，我一定要把你身上那个光找回来，把那个我们大家都欣赏的那个朱丹找回来。”然后，我亲爱的奚梦瑶，她在一个重要的舞台上摔倒了。那个时候我很害怕跟她去聊这个话题，因为我会觉得她一样局促，她一样恐惧，她一样会觉得被冒犯。但是她非常非常轻盈地说：“我摔倒了，我得站起来。”那一刻，我心满释放了。原来有时候，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勇敢，所以才会经历这5年。但原来只要有一束光，只要有一份勇敢，其实推开那扇门，也并没有那么难，因为那扇门上本来就没有锁。这是我的被困和我的解放。谢谢这道阳光。珍姐，我们找机会把那个作品我们再搞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加油一点。Thank you。下一个我，下一个是你了，好期待！加油，微微，一直在听着你的哦。就我感觉困住我的是我自己的情绪，我特别不喜欢我这一点，我特别讨厌，我特别烦这一点。我奶奶过世了，她送给过我一个手串，然后有一次我去我一个朋友家玩，然后我朋友的小孩把我手串给弄掉了，珠子洒一地。我当下第一刻的反应是跟他说：“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但是，我心里我很想抽我自己。我觉得自己
不孝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。我这是善良吗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善良。这算礼貌吗？有可能是礼貌，但我就是很讨厌我自己这一点。我没法说出我自己真实的情绪。好像生气的时候也要犹豫再三，崩溃的时候也要去预约一个时间和一个地方。我无数次夜里一想到这个场景，我都会大喊一声。我也会真的，我会扇我自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下会说出那样的话，我对自己很失望那一刻。因为我感觉我之前我的面前是有一堵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有勇气去打破它。但我这次来桃花坞我很开心，因为在这里我感觉我有变化，也很感谢这次录制我加入了这个许昕跟智胜的这个组合坏蛋联盟，能改变一下我自己，所以有勇气去打破它。当然我在这里，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好，就是很感谢每一个人吧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都很好，所以我是希望我自己因为现在阳光普照，我希望我自己也是会有阴影的地方，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像前面这些大树一样，有开花也有落叶的时候，然后希望阳光照在我的上面，我会有很灿烂的纹路。最后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表情。谢谢。我在哭了，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但他不轻易表露出他的情绪，和他永远保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当下的那个情绪。当他聊他被困住的东西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也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吧。所以我很开心看到思成跨出那一步。我觉得不管他会不会改变，但我今天至少让我的声音穿过了这面墙。我觉得对于我自我来说，其实算是一次向更好的自己去迈步。